如果你今年已经40岁，请你停下来，听听这个数字发出的声响。这一生满打满算，你大概只剩下4000多个周末。假如你能活到80岁，这中间也不过是14600次日出，这其中还得减去阴雨天，减去生病躺在床上的日子，减去你为了那些并不重要的人和事生闷气的时间，最后真正属于你自己，能让你哪怕有1秒钟感到活着真好的时刻，还剩多少？我们的人生余额已经不多了，大多数人活在一种名为以后的巨大幻觉里。我们总以为人生是一场漫长的彩排，真正的演出在后面，在退休后，在孩子长大后，在存够了那笔钱之后，我们手里攥着一张单程票，却像个早已买好返程票的旅客一样漫不经心，甚至在车厢里因为拥挤和嘈杂而抱怨不休，却忘了擦亮那扇落满灰尘的车窗，去看看窗外转瞬即逝的荒原与繁花。我想给你讲一个发生在我朋友老张身上的真事。这件事很小，但特别扎心。老张是大厂的一名技术总监，典型的都市精英。5年前，他升职加薪的那天，奖励了自己一双顶级的户外徒步鞋。那双鞋很贵，手工缝制，防水透气，鞋底有着强悍的抓地力。当时老张发誓，一定要请个年假，去一趟稻城亚丁，去走一走那条朝圣的路。他把这双鞋买回来，试穿了一次，就在镜子前照了照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放回了鞋盒，塞进了衣柜的最顶层。他想，这鞋太好了，平时上下班挤地铁穿它太浪费，而且底太硬，在柏油路上磨损了心疼。我要把它留给那座山，留给那个最神圣的时刻。这5年里，老张一直在忙，项目上线，团队重组，孩子升学，父母体检。那个神圣的时刻被一次次推迟，变成了明年，变成了等忙完这一阵。那双鞋就像一个沉默的图腾，一直供奉在他的衣柜顶上。上个周末，老张终于狠下心，决定哪怕去不了高原，至少去郊区的森林公园走走。他兴奋地翻出那双鞋，鞋面依然崭新，没有任何折痕，散发着皮革的香气。他穿上鞋，自信满满地出门了。可就在他刚走到小区门口，还没走出500米的时候，脚下一轻，他低头一看，愣住了。那双昂贵鞋底的橡胶层像酥脆的饼干一样，整块整块的碎裂、剥落，掉了一地，只剩下一层薄薄的中底挂在脚上，狼狈不堪。他把鞋拿到修鞋铺，修鞋的大爷看了一眼，摇摇头说：“这鞋废了，没法修，这叫水解。”老张不解：“我一次都没穿过啊，它是新的。”大爷说了一句特别有哲理的话：“鞋这东西跟人一样，你得穿，你得踩，它受了力，胶水才会活泛。你把它供在那儿不动，它反倒死得最快。它是放坏的，不是穿坏的。”老张提着那双粉碎的鞋底回家，在动态里发了一句话：“我把最好的装备留给未来，结果未来还没来，装备先碎了。”这不仅仅是老张的鞋，这也是你的生活。我们也常常像老张一样，是个吝啬的收藏家。我们收藏着那一套昂贵的茶具，舍不得拿出来喝一口普通的茶。我们收藏着那件真丝的裙子，总觉得今天的约会不够隆重，配不上它。我们收藏着那句我爱你，总想等到一个更有仪式感的日子再说。我们像是一个精明的会计师，每天都在算计人生的收支平衡表。我告诉自己，现在辛苦一点，现在忍耐一点，把快乐存进银行，等以后连本带利的取出来。但我忘了一个最残酷的经济学原理，生命的时间是负利率的。你今天没吃的那顿好饭，存不到10年后吃；你今天没看的那场晚霞，存不到退休后看。就像那双鞋，你省下的每一次落地，不仅没有保值，反而加速了它的崩解。
那些发誓等退休后再去环游世界的人，往往最后去的地方只有一个医院的 VIP 病房，那里的床铺也许昂贵舒适，但在那里你不是在享受生活，而是在苟延残喘。当生命开始进入倒计时，你会发现你账户里那串长长的数字买不回你20岁时想淋的那场雨，买不回你30岁时想爱的那个人，也买不回你40岁时本该在山谷里放声歌唱的勇气。我们总是习惯把生活过成一种借贷，我们透支现在的鲜活，去偿还对未来的恐惧。看看我们现在的样子，我们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，盯着屏幕，却怀念狭窄出租屋里的笑声。我们拥有了高清的相机，却再也拍不出那种模糊但真挚的感动。我们像是一群坐在豪华马车里的盲人，马车跑得飞快，我们却紧闭双眼，只顾着紧紧攥着手里的缰绳，生怕马车偏离了轨道。可是，朋友，这辆车是没有回程的，没有那个叫做以后的站台。你所期待的以后，其实就是无数个现在的叠加。如果你无法在现在这一刻感到安宁和喜悦，那么即便到了那个你幻想中的完美未来，你也依然会焦虑，依然会等待下一个以后。这是一种惯性，一种把幸福永远推迟的心理恶疾。让我们把视角拉近，看看你现在的处境。也许你正在为房贷发愁，也许你正在为孩子的成绩焦虑，也许你觉得职场的天花板压得你喘不过气。这些压力是真实的，我不否认，但请你试着换一种眼光，想象一下，你此刻正坐在一列飞驰的火车上，窗外是连绵起伏的青山，是金色的麦浪，是落日余晖下的村庄，而你正坐在车窗边。你不需要等到火车到站才开始欣赏风景，你不需要等到拥有了头等舱的票才觉得自己有资格快乐。车窗外的风景对头等舱和硬座的乘客是公平的，阳光洒在亿万富翁的脸上，也同样洒在你的脸上。为什么不把车窗擦亮一点呢？与其在车厢里抱怨空调太冷，盒饭太难吃，邻座的短视频声音太吵，不如转过头看看窗外。在那个临时停靠的小站旁，路边花坛里一朵不知名的小花正开得那样认真，那样肆无忌惮。它从不等春天落幕，只在此时此刻尽兴绽放。那就是你应该有的活法。那个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，那个递给你一杯温水的手，不就是你辛苦一生想要守护的幸福吗？它现在就在你身边，为什么你要视而不见，非要去远方寻找？请你现在就在这一刻做一次深呼吸，闭上嘴巴，用鼻子深深的吸气，感受空气进入你的鼻腔，流过你的喉咙，填满你的肺叶，感受胸腔的起伏，感受心脏有力的跳动。这就是活着。这单调的呼吸声其实就是你生命的底色。试着把你的感官全部打开，听窗外是否有风吹过树叶的声音，是否有远处车流隐约的轰鸣，或者是楼上邻居走路的脚步声。这些看似嘈杂的背景音，其实都是生命交响曲的乐章。别等到曲终人散，别等到帷幕落下，你才惊觉自己还没开口唱过一句歌词。我们来做个约定吧，从今天起不再做那个等待歌多的人。如果那双鞋买回来了，明天就穿上它去踩泥坑。如果想吃火锅，今晚就去，别等周末。如果想念老友，现在就打视频电话，别等过年。这不是教你挥霍，而是教你避免水解。别让你的热情在等待中像那双鞋底一样悄无声息地粉碎，把你的日子过得像一首诗，而不是一张账单。账单是要算清楚的，而诗是用来朗读的。哪怕生活给你的是一杯苦酒，你也要把它喝出豪情万丈的样子。哪怕此刻你正行走在低谷，也要记得抬头看看头顶的星空。不要让你的生命
变成一场漫长的等待。不要让你的墓志铭上写着他一生都在准备生活，却从未真正生活过。去吧，推开门，走出去。不管外面是晴空万里还是暴雨如注，那都是属于你的天气。张开你的双臂，像拥抱久别的恋人一样拥抱此刻的风，别让你的声音烂在肚子里。去吧，让歌声塞满山谷。订阅我的频道，一步见山，见自己。